大家好，话说拿瓦在新移植好的树葡萄下挖土睡觉，往好的方面想，是他对于新整理出来的空间很满意啊。在如此具体且真实的鼓励下呢，就继续往右边发展了。这侧的杂草虽然多，但整理起来并不算困难。为加速除草，就把垫高菜床与堆草槽一起施作。事前的准备工作，搬来瓦片之外，还有需要将菜床的外侧杂草先行清除，接续直接挖出沟槽，摆入瓦片。瓦片并没有利用自带卡榫的直摆方式，而是选择横摆，这样速度比较快，摆设也会比较容易。瓦片横摆的方式，高度大概也还有30公分，算是很够用了。虽然说湿黏土壤不容易耕作，但是利用瓦片铺设菜床时，在潮湿的土壤却会比较容易。湿黏的土壤很容易就可以粘着住瓦片，方便固定。另外，瓦片横摆没有卡榫的方式有个很大优点，除了摆放容易固定、速度比较快之外，日后要随时再进行调整，也不会互相牵引，不好拆卸。只是相对瓦片直式摆法，直式摆法看起来会比较有独特性与设计感。由于横摆很容易调整，摆设时就先直观对齐。若是想要更为笔直整齐呢，可以等全部摆完之后，暂留一点观看，再进行微调。而这样横式摆法，一开始的重点是在外侧，尤其是在不同瓦片的接缝处，土壤可多一点，加强固定。沟槽挖起的土壤，则可以往前一块瓦片的内侧丢，先暂时避免瓦片往内倾倒。整个过程大约只要20几分钟，就可以将外侧固定好。至于要笔直到什么程度，则是看个人需求，这样菜床单边的雏形就出来了。而由于这日前曾经下过雨，走道上杂草抑制席的湿黏土壤清除起来刚好可以直接帮忙固定外侧。而利用瓦片制作菜床，也是要避免土壤往下滑，让走道可以避免长草，毕竟都已经铺设杂草抑制席了。等左侧菜床也要加宽加高时，再一次调整杂草抑制席，整个状况看起来就会好很多了。现在是确认抑制席还可以往上拉，来进行覆盖菜床的侧边，避免长草。接下来是要加强固定内侧，也是要加速除草。先将靠近瓦片内侧的杂草都刨除，并在离瓦片约10公分处将湿黏的土壤挖起，用来帮助固定瓦片内侧。挖深过程也算是在翻松土壤，再把靠近不同瓦片的接缝处土壤踩实，并进行调整整齐度。这样踩踏过后，瓦片内部就可以固定得非常紧实了。接下来除草后，杂草的处置方式跟是不是处于雨水期会有很大的分别。这若是不在雨水期，就可以将挖起的杂草往瓦片靠，杂草在烈日下呢，很快就可以轻松快速晒干，会很容易完成脱土。
当然也埋掉也是一种方法，只是杂草没有先行晒干，体积比较大，对于土壤高度的控制会比较难一次完成。不会下雨的话会轻松非常多了。不信你看隔壁小黑在影片前段的布局早就已经睡到不省狗事了。而没有一次将菜床完成，这跟上方清理的顺序有关系除了草理，还有菜苗瓦片动不了，下方必须有堆草槽，上方要除草才会快速方便。只好又去后院搬了几块瓦片，只可惜拿瓦并没有主动愿意帮忙拿几块瓦片。垫高菜床若是急着要利用来种植，就可以采用分批完成菜床的方式有人会好奇的问土壤要从哪里来？家庭种植只要有一点空间，设置堆草槽就很有必要性堆草槽除了可以加速除草之外，对于土壤的来源就是一个很好的提供者牺牲一点小空间，将地挖深，土壤自然就有了。目前倒是还没有借用到别处的土壤，而有的堆草槽要清理上方的杂草就容易了。由于上方的土壤比下方高，土壤的湿度自然会比较低，只是微湿的状态拔除后随手往堆草槽丢，自然非常快速而下方这个菜床设计有个特殊之处太阳的轨迹是从东到西也就是从右到左现在太阳行走的轨迹大约是在七里香上方随着夏季的到来，太阳会往北偏偏到后院去，再往南偏回来。这在家庭种植上就可以利用四季太阳轨迹走向来营造夏日遮阳的效果。这上方的七里香篱笆不用再1个月就会有自然提供遮阳的效果。这里的环境是冬天太阳在南边，正上方会在下方的稻田到了夏天会偏到后院，甚至是马路上。这也是为何夏天后院反而是日照很强的原因当太阳轨迹再次往南偏时，后院不用遮挡设施，有些位置就可以提早种植秋天的菜了。最后，这是再次测试连续降雨后土壤经过烟棚杀虫的效果。在外围种上青葱，内部则撒上紫薇白菜的种子这是不到3天的出芽状态。另一旁则是补土整地后的状态沟槽走道经过重整后，应该算是有不少改善谢谢收看。